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现场还有线上的全球慈济家人们，大家下午好。那因为上人一直在提到这个非洲就是朱金才啦、潘明水师兄他们。那我想非洲大地真的就是一个很贫瘠的跟我们所有的这个有慈济种子的国家比较起来，非洲大地是它的地理环境上比较贫瘠。再来一个就是人民的生活也不见得那么富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呢，要来做慈济，其实相对性的时间、空间、人间来讲是比较困难。我们就先从辛巴威开始这样。那其实那个辛巴威的地理位置它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它就是一个内陆，它完全不靠海所以可以看得到大概附近的几个国家大概慈济的足迹都有了，南非啦、莫桑比克啦、波扎那啦、上比亚，大概几个纳米比亚，慈济人都走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东南部的一个热带地区所以它整个就是在南非、莫桑比克、波扎那还有上比亚真的就是一个完全内陆，那是非常真的就很热很热的一个地方就没有水，一定没有水人口大概就只有1486万人。这个非洲国家大概有个共同的，就是它的政局一直都不是很稳。那如果政局不稳定了，经济就会不好，那通货膨胀所以辛巴威上人常常讲的这个500亿只能买这个一根香蕉这样子。所以贫穷，当然小孩子没办法受教育。那在那个地方的慈济种子其实不多所以它就是本土志工比较多。那在带动上面的语言上的障碍文化生活背景，这个都是要克服的。所以从这个来看，就可以知道在当地的朱金才师兄在当地还有一些可能有因缘过去的我们的这个华人上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慈济人来讲，其实他是比较少的。所以大概2007年的时候，就是台商蔡清洲师兄他其实是牵起那个因缘，才让慈济踏上了这样一个辛巴威然后11月的时候，其实是思贤师兄他有领队跟南非，从南非这样跨过去，就到这个该国的这个首都去勘察这个现况然后也很快的在当年的11月的17号、18号就做了慈善的发放，那对当地的复健医院、孤儿院还有感恩户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帮忙。那就是慈济人是到那个地方一定就会找当地的就有因缘的种子那语言文化尤其是台商，所以当时就朱金才师兄就因为这样的因缘，其实他已经全程参与，那他也发愿在当地来推动这样的智慧。所以呢，辛巴威就变成慈济的第45个有慈济志工的国家，就不是只是当地人带动是真正有受证的慈济人在那里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来看2007年11月12号的志工早会虽然说我在彰化的时候，这个就是蔡清洲居士他来找上人，他是辛巴威的台商，那他自己在当地其实人的这种恻隐之心他觉得很需要慈济的爱跟清净的法，所以他来见上人，他来请求，他希望上人可以派人去看一看。那因为这样的因缘呢，所以上人就请了这个全球总督导思贤居士去。那去了以后那个思贤师兄回来以后心中异常我也没给他改没有去改上人的这个语序，就是心惊惊叮当啦就跟上人说辛巴威真的很苦，穷到什么程度最主要就是他通货膨胀。为什么通货？因为物资少所以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所以这个就会一直膨胀那就是那个买一个很粗，所以各位看到他这样报了，哇，这个如果用台币或美金来算的话，这一大袋的钱不得了了这已经是多到很多很多，但他可能这么大袋的钱是买不到一颗鸡蛋的就很粗很粗的菜，一点点400多万元我们听到哇，那个感觉都是不一样。钱在那个地方真的没什么好用，因为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所以听到那样的贫穷，然后再去看到说孩子读书是在一个这样简陋也真的是四面通风很简陋的环境，所以说那真的是学校吗？比港寮还差比台湾的那个公寮看起来的，虽然说没有办法形容所以看到那样的穷，就会感觉到艰苦之福，我们真的很幸福。所以上来说我们要惜福，而且还要更加的发心。
那来到12月11号，上人在彰化的这个岁末祝福就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说辛巴威是慈济第45个有慈济人的国家。为什么那个地方会有慈济人呢？这里就回到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因为有灾难这个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干旱，大地干旱，土地上没有办法种杂粮所以常年都很穷。那这个孩子学校呢，四面墙也没有，所以当地的台商就蔡清洲师兄，他来跟上人报告以后那个国家真的是来求法来请法，希望上人你派菩萨来吧，需要慈济人去帮助他们。所以当时就美国的慈济人去了，就思贤师兄，然后当时呢南非的慈济人也去，所以这是跨国一起去合起来去关怀，然后呢就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发放救济。那在做了这样的一个带动以后就当地的台商就是我们要去启发他们的爱心那就是开始去跟他们讲，你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这里有这样的一个苦难，是不是大家会觉得可能力量不够，那我们就要去分享说，那我们是怎么开始的。所以大家就慢慢觉得说如果你出一点我出一点，其实生活也没有很影响，而且大家的这个力量集中起来就可以买粮食了，那你能买粮食就能够帮助了，那总是要有个名嘛，所以大家就开始，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团体？虽然是大家你出一点我出一点但是大家就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默契，就是说那就用慈济之名用慈济的名就开始在当地发放了救济所以上人说其实好事大家都做得到，但是最重要就是每一个人要从发那一念心开始，你发那一念心，然后就出一份力量，那人多结合起来就可以帮助很多贫穷苦难的人。所以那2008年我们只能跳着讲，2008年的8月辛巴威就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这个是很落后的国家，它才会去爆发这种霍乱的这样的一个，那它是会上吐下泻的。所以2008年的12月14号的志工长上来说，在辛巴威的慈济人就2个就只有2颗种子，一个就蔡清洲师兄，一个就朱金载齐师兄。那当地的卫生条件这么不好，生活环境这么困苦，上人有问过他们要不要回来，或者暂时离开一下，他们说不忍心，真的就是菩萨不忍心。因为这种霍乱的疾病就是自己在卫生条件上多注意一点，可是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可以继续待在那里的话，就可以做个接应了总是有人可以帮忙接应，然后就可以看一看说用什么方法有什么样的物资可以去帮助他们所以那个等于当地的生活，上人说那个生活真的不是人的生活，穷是穷成这个样，那霍乱呢，它不是一个地方，是全国的9%90%就9%，要怎么活下来？没有净水，没有粮食，通货又膨胀，所以没有净水，这个就跟后面的藻井会有相关因为你一定要干净的水，才有办法来解决很多疾病的问题那这2位居士2个种子不忍心离开名副其实就是不忍众生受苦难，也不为自己求安乐，甘愿守住在这样苦难的地方，这不就是地藏菩萨的一个大愿力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慈济人那一份爱心真的是太伟大了。所以上人每一次讲到非洲，讲到他们就是不忍心，而且呢就是很敬爱。那在2008年11月19号11月9号，所以辛巴威的慈济人呢，他们就在北塔的一个砖窑村就来举行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发放。其实大部分都食物嘛玉米粉、食用油、盐大概就是一个家庭呢大概1个月的生活，总共有728个家庭受惠所以2008年11月24号志工早会上说，辛巴威志工那就从开始在那里有慈济，然后到这样就在1周年，他想在1周年的时刻做一个大型的发放所以慈济人很乖嘛即使你有这样的一个物资你要去做，还是要来跟上人报告，就跟上人说。那上人说好是好，可这么多人，就是当地的环境，这些人吃的是树根或者是干掉烂掉的水果，物资这么缺乏，那你要去哪里拿这些资源来救济呢他们就回答他们其实在年中他们就已经开始要做这件事，就开始准备，就是因为物资很少，所以只要有你就要买，那个玉米粉就一点一点的买就慢慢囤积囤尸，可是呢就买到有钱也买不到，而且连那个油你车子要开着油也要一点一点的买，甚至有一次蔡清洲居士去收购这个玉米粉的时候，开着开着
到了红绿灯的时候，车停下来，然后就被抢了。所以大概在非洲，我们的师兄们大概很少没有被抢的经验，就被抢了。做好事又碰到这样的事，真的会心灰意冷。就好像刚刚讲秋华师兄，他说：“难道要继续做下去吗？”可是他回到家里了，洗个澡，躺下来要睡着，又想到说不行，不能碰到困境啊，就跟不上上人的师父的脚步，那怎么能在当地把慈济的精神继续下去呢？所以想到这个点啊，克服心灵的障碍，又开始去集中啊，然后去购买，点点滴滴的累积啊，他们才能够我们刚刚讲发放，才能够在11月7号到11月9号3天之间发放了700多幅。这个照片各位真的是可以看一下说，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是非常这样子一个穷苦的一个脸。那给的不止面粉啊、油盐、糖豆啊，还有也给他们2手衣。那这些物资啊，他们要多久？我们现在很容易他们要累积了半年多的时间啊，点点滴滴收购来的。11月9号志工早上人回顾，就说你从前几年去看，2007年思贤居士跟几位去了辛巴威，那个时候其实黄思贤师兄去的时候，就蔡清洲已经在那里所以他们去看了以后啊，就打电话回来说跟上人报告，所以那个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做钱。他说我们吃到天底下最珍贵的面包。上人说有多贵？他说一条要700-800万新币那想想真的，上人说怎么会那么贵结果到了那一年的年底，一条面包已经变成几亿新币。哇，那简直就是非常的钱涨的，那个物价天天都在涨，新币一直在贬。所以上人说人守在那个地方真的不多了，本来还有4个台商，后来走掉2个，现在就只剩下2个尤其是朱金财居士那他其实的因缘是因为他1995年了就移民到跟他太太到辛巴威去，他在那里创业开成衣厂。那为什么？当然一方面也是事业上的发展，一方面就你看到当地其实很穷，只要有设这样的一个产业，那当地的人就有工作，就让当地人做有工作就有收入，有收入就可以安定生活。他自己在那里也被抢2次被抢过2次，他还是守在那一块土地所以而且到2006年的时候，他还在家里设了大爱台，透过大爱台他就可以知道很多慈济的讯息是怎么做的，上人是怎么说的。尤其在2007年的时候，他听到上人提起辛巴威要发放，他自己就很开心的来了，他说菩萨不请自来不请之师这样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这样就聚集了2008年施宏奇居士，这南非的，他明水居士他们都从南非然后就到辛巴威就去举办这第2次的爱撒发放。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大家菩萨有伴那朱金财居士就开始投入，也立定决心要在那里守护辛巴威的苦难人。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说朱居士就帮了这个学童来做这个白癣这个头来剃头，因为卫生条件所以小孩子这个长白癣的问题很严重。那学童之间很容易互相感染。那你看他也没有手套，也没有口罩，都没有佩戴齐全的情况之下，朱师兄就带着志工也不怕这样的一个传染，就到各地去开始义检了。从2008年到2017年所以各位看大概就将近10年的时间了，剃了超过45000颗头所以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做可能会感染，但他们去做不会因为都有菩萨的眷。一把要$100的剃头刀，真的用坏了几百只，可是慈济人还是很坚持嘛，他还是完成了这种理发擦药的工作。所以2012年1月4号在清水的岁末祝福上人说，慈济发祥在台湾，但种子散播在全球。那这个就是因为时间很久就一点一点时间很久，有时间然后就可以扩大到种子飞出去嘛，就可以有比较大的空间。但是有那么大的空间呢，也要有人跟人之间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做的，人所为的。有缘的人他就会合心协力来推展。同一颗心不管在哪里就是同佛心，那佛陀的心呢就是大慈悲心。那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志，就是菩萨的志向，当然就是师志。那辛巴威动荡不安，抢劫也多，要做一件事情是很不自由。你今天就警察也多，朱金财觉得要跟当地的人说话，你只要稍微靠近，或者要把人家带出来做什么样的好事因为不了解就会怀疑，所以呢就会受到警察的关怀，就会被调去询问后来他就想，
那怎么办呢？也很难做，就想说，那我就从学校来做，一心一意做就对了。我看到这个，我就会想，对，菩萨真的是苦难真的很多了啊！上人都说要重点直接，好，那如果这一条路行不通，那我们就先再从另外一条路就去思考说哪里是最需要的去做，而且呢是可以去播种，所以就去跟学校的老师说，好，这些小孩子啊要受教育又这么困难，也没有什么文具啊，所以他愿意去帮助那些学童，好，就他愿意去做。那个地方有一个自由小学嘛，好，然后他有一次就是因为他去发这个文具跟纸笔，就看到这些小孩子怎么头上白蒙蒙的，哎，他可顶管弄北北啊，所以呢就靠上去看啊，看清楚了，哇，每一个孩子原来头上都长白癣。那非洲人哦，那个头发又卷又硬，所以去买剃头刀哦，就叫人家来剃头，自己也下去剃哈，就会剃头的人来剃。好，一剃下去冒烟了，因为它整个就是那样子白白的白烟啊，那个白癣一层盖过一层，不是只有一层哦，它是一层一层，所以剃下去的时候不是马上见到头顶，是一层一层的这个白癣，头发硬。又卡了脏垢跟白癣，所以剃下去剃刀就断掉了，断掉了你就是要修，所以各位看到他其实剃掉很多坏掉的刀，他就再去买专业的剃刀。那上人问他说：“那有多少小孩子长白癣？”他说：“我总共那个时候是剃了1万多人啊，后来是总共剃了4万多人。”他常常去跟这些孩子互动啊，就是我们讲的啊，后面要家访啊。如果家庭贫穷，他就跟着小孩子去回家去帮助他们，大家对他感恩很尊重。那慢慢这些家长呢，因为感动，所以只要朱居士要做什么，大家就会来帮忙，就变成他要带的志工，所以就有80几个，就投入在那个时候已经投入志工菩萨。那每一次朱居士都会说：“我是师父的弟子，我是慈济人，我要守10戒。”所以踏上这个国家，顶着一片天，取于当地，用在当地，这个就是法随的传承，也是一种承担。那么再来是我们对辛巴威的一个极难的一个援助计划，那最主要就是它饮用的水很脏，这个脏呢，霍乱、伤寒就会很严重。2012年的3月14号到，就是等于1年的时间，到2013年2月28号，我们就做了一个紧急的援助计划，大概帮助了当地58000人。所以2013年1月10号在桃园睡梦组，上人说辛巴威首都发生伤寒，因为水污染嘛，很多人染病啊，当然也有人往生。那朱居士就想说，不要让大家再喝污染的水。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刚开始其实他是去买那个净水的药水，就是把它掺杂进去。那要怎么去给？这不是交通很方便，也不是电话很方便，就是要爬山上去送，然后再下山，就这样一家一户的去发放。那又很怕这个小孩子拿到药水瓶，就如果你给小朋友，小朋友拿到他不知道，把它当成饮料喝了，那就又出另一个问题，是他也不敢交给孩子。挨家挨户就每送一瓶就要去讲说这个水要多少，然后泡多少净水剂，喝了以后才能够平安。好，那因为当地人的习惯，他是比较重的东西都放在头上顶，所以当地的本土志工就在头上顶着这些药水去发放，然后就要这样上山下山上山下，那发了多少？3万户哎！上人说想想看要用双脚走，这样很开阔的范围，一户一户的去解释去教育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所以上人说常常说因缘果报啦，真的是由不得自己那他们也不是自我选择，可是他就是生在这样子一个这么贫困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在台湾这么好大家要互相赞叹能够平安是人心调和，所以真的要戒慎虔诚，时时感恩，不要有不调和的心态。那我们也在那里就看到那个教室这么的困难，所以就援建了简易教室。这个辛巴威自由小学2000年创校，就是那些没有能力负荷公立学校学费的，大概有900多位的孩子，没有经费，就在帐篷或者是在树下上课。那为了让师生有安全学习的真正的教室，所以在2012年的7月21号到27号，其实就在1个礼拜的时间，慈济就盖了7间的简易教室，来解决这种上课风吹日晒的问题。所以7月21号就是这些台湾的志工要出发的志工早会，上人就讲了，我们要盖7间有7个菩萨从台湾启程那这个是因为苏居士他回来，他跟上人说，那里的孩子读书没有教室，在大树下如果没有大树的，就在太阳底下他们怎么写？就是用手为笔的用大地为纸，就在地上写字。辛巴威的人很穷，卫生也不好，
那慈济人要在那里耕耘撒播种子啊，都是很辛苦。所以上人说，从去年啊听到他们的生活开始，上人的心就耿耿于怀，一直在想要怎么来帮助他们。那第一个就从教育开始，可是那个量实在是太多了，就整个整个教育要做的时候呢，一个社区是几千个孩子几千个孩子，所以呢，那我们就先从有因缘的这个开始做。那这个时候，其实慈济在研发，就上人说，我们研发出了这个简易教室，每一间大概是30平，就先让他们试用看看，先带过来，因为要建构上要比较快一点，可以在当地，然后这样子支撑起来。那新巴威那边的孩子很知足，上人说真的是穷困人家很用功。这个笔记本啊，他们写的笔记看起来就写得很整齐，金卡钢了你说他是手写，上人说看起来有点不相信了，很像是印上去的一样。真的，台湾的小孩现在已经几乎不会写字了，人家都打电脑字歪七扭八，他字写的这么整齐耶，手写的，上人说真是不相信。可是上帝又没有当地没有影印机啊，又是那个破烂的笔记本里啊，这真正的不是假的是正经的，真的是小孩子写的字。所以你说他不聪明，他不是，他只是因为没有条件没有环境，在这样的里面学真的很不简单，心力那么定可以写，让人家敬佩，也很不能写黑板像黑板嘛。那当时我们的10号师兄也有去，他去了以后他有拍了一张照片就拍了照片带回来给上人看。他每天要上课之前因为他没有可以挂黑板的地方，所以上课之前有孩子就要爬到那个梯上面去，要把那个黑板叫黑板就是挂上去。那黑板呢，我们想象中的黑板一定是墨绿色，因为你要写上那个白色的粉笔灰嘛。可是黑板用久了它就会变色再加上太阳晒久了，然后再加上破旧，它就会变白所以呢墨绿色就变成了白色。所以白笔再写上去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对称的时候，这个颜色这个写上去虽然说一间教室130几个囡仔看得到吗？毫无疑问当然是看不清楚啊，我们正常人都看不清楚了，那么遥远那么小怎么会看得清楚？所以当时朱居士就是看到的这一大群的孩子，觉得可以教，很善良，就是要用心去付出一份力量那当然这边有很多的过程。那上人说有这样的因缘，他不做谁来做？那所以把握因缘很重要，就是因为他愿意做，所以才有缘引进台湾的慈济人，帮他们来研发出这样的教室。因为有需要嘛，有需要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研发那么再来就是这个进水的问题，一直投药也没有办法，所以后来就开凿修复了1070口的一个水井就是他们取水其实是要到很远的地方，那不干净的水源又会有传染病，所以呢就决定要来开凿挖井然后当然有些旧的水井要帮他恢复，所以大概也是将近10年的时间新巴威只有10个省，然后但是慈济在9个省，等于9%开凿修复了1000多口井。2013年的12月6号，志工长他说很感恩朱金才居士从他发心的那一刻开始，就对新巴威用心用爱投入关怀，在当地布善中没有水所以生活条件这些卫生什么都谈不上水是大生命。所以朱居士就回来跟上人说，那个饮水的环境真的是很恶劣那你看到这当时回来跟上人报告，有想要开井那他们有想过要用这种人工的去挖就是去挖一个坑洞，可是水还是很脏浊浊的要去帮助他。所以上人说要做的话就要做真正的井用机器来挖正式的井，一口井大概是台币17万。所以当时在整个这样评估之后，上人就跟他说可以的，你可以开始进行了，不管挖多深，28公尺36公尺，就是一直挖一直挖，直到挖出很清澈的水。然后这个水还要拿去化验，也是标准的好水。这个他们要喝一口清净的水真的是很不简单，何况是能够这样去接，就能够接到1桶水。所以新闻画面上看到那个井你看后面排的好多水桶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接要开始启用的这个画面的时候，那个水井的启用仪式你看当地的小孩子也是喊出来守之不动100千劫也是这样，这种善念要守之不动，这种大爱呢也要守之不动。每一个人都把那个水顶在那个头上这样子的一个来走，大人小孩步伐整齐，真的就是上人说那个大白牛车装潢的那么好，
还有这个牛哈，就他们啊，就是也是坐这个大白牛车的，这个往前这样子哈，跟我们一样的这样类似金藏演绎的哈，装潢的这么好，有一只牛往前驾驶，可以在平坦的大道上用智慧来引导前进，所以大家很多人呢就能够来跟从。2023年哈，就去年的6月7号，志工早上说辛巴威很穷，货币膨胀，那居是去帮他们开水井20多年了，上人就问他说：“你年年开水井到底？”开了多少？那时候说快500口，其实总共开了1000多口，这样一口井就是一个村落。水是大地人间的大生命，没有水种不了五谷杂粮，人没有水没办法生存。他的智慧就是去做开井人。那上人就说，大家也知道嘛，我开始要做慈济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譬喻啊，我愿意做一个掘井人啊，就是为了要盖医院，要一直挖到水脉涌泉起来，这个就是当时上人所立的心愿。那一直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上人挖的这一口井继续在挖，然后井水也还不断的涌泉出来。然后再加上呢，你看除了挖井以外，然后现在又给它加上泵浦，压一压水就出来。只要有一个慈济人在那里，就有多少人得救。这就是上人一直讲布善种子非常重要的，而且要有这种艰苦卓绝的这种啊，就像大力士一样得勇健享，所以需要更多的慈济人大地要挖井，可是人间菩萨要招生这样的人间苦难就可以慢慢的转贫为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通膨是这样的大辛巴威500亿买不到2根香蕉。那有一次龙年师兄就拿回来给上人看了100兆面额的，没看过这么大的钞票，只能买3颗鸡蛋所以但是呢，有这么通膨的这样的一个通货膨胀，但是当地的爱心也是一直在慢慢的滋长。到2023年辛巴威大概有将近100位的慈诚跟委员那我们在无量义法随诵的时候有演到经藏演义里面有演到这一段，就是他们在这个水井的这个开凿以及启用的这个过程，他说有一位60岁的阿嬷，对于已经那个13年就在他自己附近那个13年的一口井，用很多办法跟政府反映，做任何的从来都得不到回应。但是当他慈济人来做这样，当这个井修复完成，水流出来的时候，阿嬷用水一直去碰触那个水，重复的碰触，一直想这是水吗？这是水吗？哇，这个在演这一幕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讶异怎么会这样？这是水吗？你看当地人跟他是，这个就是水，原来这个就是水所以呢，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从旱地里，从这样干旱的大地里面涌出这样子的一个井，就像无量义经德恨品里面讲的救处护处大医治处，处处为众生大导师。上人说水是大生命，法譬如水。上人也说过人间菩萨如农夫那就像朱君才居士他们这样就去耕耘，智慧妙法如净水，法譬如水，可以滋养我们的慧命。好，感恩大家。